赵丽颖向阳花票房大卖，张艺谋立马果断包场，原因超搞笑。众所周知，4月4号清明假期第一天，由冯小刚执导、赵丽颖领衔主演的《向阳花》上映后票房大卖。电影一群向阳花开的底层善良女性，真挚演绎了非常感人的故事。原本对前途未来感觉迷茫的观众，好像被高月香他们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甚至多了一分生活的勇气。而不可否认，这次冯小刚找赵丽颖演这部戏真的太对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确实容易共情。在演技上，望向恶人的眼神全是狠辣，望向亲人的眼神又是300%的温柔。这就是高月香，一个底层母亲的为母则刚。因善良而没法看电影里自己与孩子的那一段，越发让人对赵丽颖好感倍增。娱乐媒体向来比较八卦，有记者联系到张艺谋，问其看过赵丽颖的新电影吗？而张艺谋的回复很大方，如果用一句话证明自己看过赵丽颖的《向阳花》，那就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逐那束光，却不知自己早已是别人的太阳。赵丽颖在故事中的抱起让我目瞪口呆，又让我深刻感受到女人背后的那股无声力量。随后，张艺谋透露，赵丽颖《向阳花》票房大卖，自己这次是立马果断包场。谈及原因，张艺谋表示，放假这段时间找自己的朋友非常多，但是呢，外面有的地方人山人海，而看电影看赵丽颖这样有意义的电影，感觉比旅游聚餐划算。当然，这次包场，下次如果有机会找赵丽颖客串啥的，她答应的概率就会高那么一丢丢。不可否认，赵丽颖一直都是很感性的人，演技越来越好了，转型好成功，感觉算85花里现在发展最好的了。每一次看赵丽颖的作品，都会有一种情绪被深深唤醒，而《向阳花》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深藏在尘埃里却坚韧不拔的生命力。赵丽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已经完全脱离了演的层面。她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古偶剧里的灵动少女，而是一位真实存在于社会角落，为孩子拼尽一切的母亲。这种转变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没有通过刻意的卖惨来引发共情，而是用极度克制的细节表现，唤起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当我看到她在片中抿嘴、蹙眉，甚至只是安静坐着看着孩子时，我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爱，那种复杂到极致的情绪是无法用台词表达的。赵丽颖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不说话的时候，反而更让人心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一个偶像出身的女演员做现实题材的转型是冒险，但赵丽颖用《向阳花》证明了她的情感厚度与表演质感早已超越类型限制。她是那种可以让镜头靠得非常近也毫无破绽的演员，那些眼神的颤动、面部肌肉的细微抽动，都是她与角色共振的痕迹。让我最震撼的是她在片中的情绪收力，不是所有苦难都要哭天抢的才能打动人，有时一个迟疑的拥抱，一次低头的沉默，一句不敢说出口的对不起，才最有力量。赵丽颖把一个母亲在生活夹缝中挣扎却依然想给孩子一点阳光的姿态，诠释的温柔又有力。看完电影，我想了很久，赵丽颖为什么能打动那么多人？也许是因为她演的不是一个角色，而是千千万万个我们身边未被听见的女性。她让这些沉默的存在有了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可以引发讨论的空间。她不需要高声宣扬女性力量，她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证明。而更让我钦佩的是，她能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向阳花的成功不仅是票房的胜利，更是赵丽颖作为演员选择题材、承担社会责任的一次成功示范。她没有借角色塑造自己，而是让自己成为角色。这份谦逊和投入，在当下浮躁的影视圈里尤其可贵。所以，当张艺谋导演都感慨她是别人生命中的太阳，我一点也不惊讶。赵丽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她是一个连接观众情感、唤起社会共鸣的桥梁。
他把光带给了角色，也带给了我们。未来他还会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他还在认真演戏，我们就一定会继续被打动。因为真正的好演员，演的是别人，感动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小伙伴，假期你去电影院看了《向阳花》吗？赵丽颖泪洒向阳花观影会，亲父不敢看与孩子对手戏真相，粉丝心疼，她真的走心了。4月4日电影《向阳花》的特别观影活动上，赵丽颖一袭素色长裙现身，却因观影后情绪失控登上热搜。当荧幕上播放她饰演的刑满释放人员高月香与孩子相拥而泣的片段时，赵丽颖突然低头快步离场。事后她坦言，那些和孩子相处的镜头，我到现在都不敢看第二遍。双引号，这一反应迅速引爆网络。有现场观众透露，赵丽颖离场前已数次用纸巾拭泪。当一位听障儿童的母亲分享为孩子安装人工耳蜗的经历时，她更是瞬间破防，含泪拥抱对方。作为母亲，你已经很不起了。这番话不仅让当事人当场落泪，更让赵丽颖母亲的力量话题阅读量一夜破亿。从古偶女神到苦难母亲，她把自己揉碎了再重生。这是赵丽颖第3次在大银幕上诠释困境中的母亲角色。从第20条里为聋哑女儿奔走的郝秀萍，到浴火之路中与绝症抗争的单亲妈妈，再到向阳花里背负犯罪前科的高月香，她的转型之路堪称自虐式突破。剧组人员透露，为塑造高月香，赵丽颖主动要求提前3个月体验生活，在女子监狱观察刑满释放人员的微表情，跟着社工走访城中村的特殊家庭，甚至连续2周不洗头以贴近角色状态。导演陈可辛曾评价，她不是在演母亲，而是把骨血都融进了角色。双引号，片中高月香给孩子喂饭的戏份被观众称为年度催泪弹。当孩子把沾着泥土的馒头递给他时，赵丽颖用颤抖的双手和欲言又止的眼神，将愧疚、心酸与隐忍诠释得淋漓尽致。有心理学博主分析，她通过吞咽动作的停顿、脖颈青筋的抽动，精准传递了底层母亲的自尊挣扎。双引号，戏里戏外双重母亲身份，那些没说的私心话。拍《向阳花》期间，我每天回家都要紧紧抱住儿子。赵丽颖在映后访谈中的这句剖白，意外揭开她情绪失控的深层原因。现实中的单身母亲身份，让她对角色产生强烈共情。粉丝发现，她近期采访中提及孩子的次数明显增多，手机壳也换成了儿子，画得向日葵。这种情感投射在观影会上达到顶点。当听障儿童母亲哽咽道出孩子第一次喊妈妈时，我哭得比她还大声。赵丽颖突然背过身去，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被娱乐博主逐帧分析。她左手紧攥座椅扶手，右手无意识地抚摸自己腹部，这是母亲本能的身体记忆。双引号，资深影评人电影扫的僧指出，赵丽颖正在建构独特的表演美学，用生活化的细节消解苦难叙事。就像高月香给女儿梳头时，会先把木梳在一脚擦3下，这种来自真实采风的动作设计，比嚎啕大哭更有穿透力。双引号，争议与突破，顶流女星的冒险游戏。尽管演技收获好评，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并非全无杂音。有网友质疑，刚在《与凤行》里演完仙女，转头就扮囚犯母亲，观众不会出戏吗？对此，粉丝晒出数据反击，其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票房累计破20亿，豆瓣评分稳定在 7.5 以上。更值得关注的是电影引发的社会效应。观影会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捐款激增300%，多的司法部门联系片方，希望将《向阳花》纳入特殊群体帮扶教材。正如赵丽颖在微博所写，向阳而生的不是完美无瑕的花，是穿透淤泥也要仰望星空的生命力。双引号，当顶流摘下光环。
从仙侠剧里的收视女王到现实主义银幕的眼泪收割机，赵丽颖的蜕变印证着内娱生态的深层变革。观众不再满足于滤镜下的完美人设，转而渴望看见演员带着伤疤的真实。正如他在采访中笑中含泪的那句：“如果我的脆弱能让更多人看见这些沉默的母亲，值了。”这场始于演技突破的讨论，最终指向了娱乐圈久违的生命力。当顶流愿意俯身触摸尘埃，艺术才能真正照进现实。赵丽颖的演技从来都不是高调的张扬，而是一种悄然沁入人心的力量。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在向阳花冠影会后的那一幕里，看见了一个演员最动人的真实。赵丽颖在银幕上落泪，也在银幕下泪崩，那不是表演，是情感的本能流露，是角色与自我交融之后的震荡。她不是在演高月香，她就是高月香。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沉浸能力。赵丽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活过的痕迹。她喂孩子吃饭时那双颤抖的手，不是一种刻意的演绎，而像是一个经历风霜的母亲，终于在一个温柔的时刻崩塌了坚强的伪装。她的眼神中有太多话没说，却一切尽在不言中。那种压抑中的温柔，痛苦中的深情，挣扎中的克制，仿佛每一秒都在说：这不是戏，这是命。双引号。我想，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荧幕上看到如此低调的演技了。没有歇斯底里的嚎哭，没有刻意煽情的台词，但偏偏就能把人心震碎。赵丽颖用一个吞咽动作，就让我们知道她咽下的不只是馒头，还有委屈、悔恨与无法言说的痛。这种情绪的堆叠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经验的投射，是一个演员真正走入角色之后，从灵魂里溢出的东西。更打动我的是他身上那种愿意让自己脆弱的勇气。他不怕卸下光环，不怕被质疑不适合，甚至不怕在镜头前狼狈的痛哭。他在做一件很多演员不敢做的事，把自己撕开，赤裸地放在角色中，甚至让观众从他身上看到现实的投影。这不仅仅是演技的突破，更是情感与责任的担当。有观众说，看赵丽颖的戏，不是在看一个人在表演，而是在和一个灵魂对话。我完全赞同。他已经跳出了演员扮演角色的框架，而是让角色借他之身，活出一段被忽视的人生。他让我们看见，那些在社会缝隙中挣扎的母亲并不遥远。他让我们相信，演技的力量是可以撬动社会温度的。从偶像剧里的元气少女，到现实主义电影里的沉默母亲，赵丽颖不是转型，而是在一点点回归生活，回归人本身。她正在用一次次的角色实践，把演技这2个字重新写得有分量、有温度，也有血有肉。向阳花让我记住的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情绪，而赵丽颖就是那个把这份情绪送到我心底的人。她让我再次相信，真正伟大的表演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人性的投射，是愿意带着自己的伤口去演绎别人的伤。她没有说很多话，但每一句都是真心的。她没有设计夸张的动作，但每一帧都震撼心灵。谢谢赵丽颖，谢谢她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重新理解了演员2个字。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